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就在最近这几天在中国的成都召开了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那中国政府在为这次大会的举办当中，可以说是不惜血本疯狂撒币。为什么？毕竟在中国这个办一次这样的世界级的运动会就少一次办一次就少一次。因为未来可以想见，中国跟西方的脱钩，导致在中国想举办这种全球范围的这种大型的运动会或者大型会议越来越困难了，越来越少了。包括这次大学生运动会，我们看到千辛万苦请来了几个这个国际领导人，结果除了印尼总统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弹丸小国一共就请来了5、6个这个国家元首陪习近平出席这个大运会。来华出席开幕式并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加兹瓦尼、布隆迪共和国总统恩达伊什米耶、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阿里、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斐济共和国总理兰布卡。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没人愿意去为中国捧场了。所以说，办一次少一次，那当然要珍惜了，对吧？所以说，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国内的紧张的政治形势，使得这次大运会就是到处都是警察甚至不光是在成都，其他的城市都加强了严格的安保工作，可以说草木皆兵，也导致很多人怨声载道但是为了平息民愤，怎么办呢？发大礼包，反正有钱嘛，说向所有的成都市民都发这个盲盒，盲盒里边有各种礼品以此来收买民心。反正有的是钱，这些钱当然也都是来自老百姓的纳税的钱无所谓他一定要把这个盛会办得特别的光彩毕竟这是难得的一次国际活动，有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来，那么我就向他们展示现在天朝上国的这个盛世，对吧？所以我们看现场的这些视频开幕式的这个造景都是不惜血本的，非常震撼，非常耀眼。但是它背后多少普通人的血汗钱？但是为了营造这样的一个盛世，为了增强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他不在乎人民的困苦，人民的死活。只不过他花了再多的钱，他办得再热闹再不惜血本，再撒币，也就来这么几个领导人。那至于这些运动员呢，他们不再在乎这个国家是什么独裁国家、专制国家，他们只是来进行比赛的所以说他们不想把这个运动会变得政治化，他们脑子里也没有政治化的这个意识形态。可是问题是，很明显中国政府已经把这个大运会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对待了如果它只是一个运动员的盛会，只是民间的一个娱乐活动那也不至于像他现在这样的不惜血本，对吧？他这样的不惜血本，而且邀请各国领导人前来，对吧？习近平亲自出席，那也说明他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对待的。所以这个大运会本身，你不管怎么想，中国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任务了。那这些运动员前去，实际上都是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都被中国政府来利用。这其实也是大外宣的一个环节，对吧？向自己人，也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的开放，展示全世界各国都蜂拥而至来到中国。但是这种假象呢，很快就会被戳破，因为这种活动我刚才讲过了，办一次少一次。而且在开幕式的时候，有人在反映说，当时日本队出场的时候，现场鸦雀无声，在其他队伍来的时候都是欢呼喊叫，但是到了日本队却鸦雀无声，对日本队极具羞辱，完全不尊重。那有人就反映说，看到这个心痛。但是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这还是给了日本队伍的面子呢如果不给日本队面子的话，现场就该充斥着谩骂之声了。没有骂你，没有扔瓶子，已经表现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观众的克制了。因为现场的观众很多是有组织来的，我相信这些组织者也会告诉他们要尊重现场的运动员不管哪个国家都要尊重。人家既然来了，你就应该抱有热烈的欢迎，哪怕是你再痛恨对方，你就算不鼓掌，你也不要去谩骂不要展示出低素质。结果日本代表团出场的时候，现场就鸦雀无声。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有这么痛恨呢？这当然就是仇恨教育的结果，就是从小去灌输这种扭曲的价值观、狭隘的仇恨心理，
导致今天中国人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那你说这些人是勿忘历史吗？也不是啊，有很多历史他们早就忘记了，甚至很多人连8964都不知道，对吧？共产党1949年之后夺取天下怎么对待中国人的，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包括大饥荒，他们知道真相吗？他们也不知道啊，对吧？你说他们勿忘历史，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懂历史，根本就不了解历史，所以谈不上勿忘历史。那为什么就偏偏的仇恨日本人呢？对吧？这当然就是中国政府从小对他们的教育，就是歪曲真相，扭曲事实，只告诉他们政府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删除那些其他的不想让他们知道的历史真相，然后灌输给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历史，也是经过人为添油加醋的，也是人造历史、假的历史，而且告诉他们只是非常片面的一个表象啊，比如说日本的军人在二战期间杀了多少中国平民，对吧？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但是真正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前因后果什么都不告诉你，没有，只是告诉你这些人是坏人，这些人是 evil， 是洋鬼子或者是日本鬼子。最后你学历史学到的知识就是痛恨，就是我要报复，这就是中国教育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培养的不是有历史知识的、有正确价值观的现代公民，这培养出来都是一个个的小军国主义。我们看随便在小红书上面有人就贴了这么一个截图，他说现在就是一个平民无辜的日本老人或者日本婴儿在我面前，我也下得去手。这条就有19人点赞。让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留言，说我也是婴儿就地掐死，说恶魔的后代也是恶魔，没啥下不去手的。看到没有，底下人都在应和啊，说你太没有人性，你是我华夏子民吗？换了我一定肢解做成刺身，不过之前一定要活着打开天灵盖，来一个油泼日本婴儿脑。你看看，说掐死太便宜日本狗了，说给他们搞得半死不活扔路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好。看到没有，这只是随便找出的这么一页啊，这样的内容充斥整个中国的互联网。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人是不是只是在打嘴炮，但是他既然能打出这种嘴炮，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的有可能这么想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胆量去这么干，或者是还没有机会这么干。OK， 但是当他们真的有机会呢？虽然这种机会可能性很小，这种机会更多的可能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对付自己人，他们可能会用这招。但是看到这些恶劣的反人类的言论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我们会觉得这就是中国人吗？这就是中国人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吗？这种仇恨已经让他们丧失人性的仇恨到底哪来的呢？他们真的从二战的历史当中，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当中学到了什么吗？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他们甚至要比日本人当年的日本皇军更加恶劣。这就是中国人被灌输了历史知识之后导致这个结果吗？这太恐怖了，对吧？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热爱和平的，都是只是照顾到自己那1亩3分地啊，不会说出这种话。但是即使有一个很小的比例的人是这么想的，是未来可能会这么做的，别忘了中国有13亿人，对吧？即使很小的比例，那也可能是成千上万的恐怖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在中国隐藏着，随时等待着机会。而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是逆来顺受的，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可是这些人他们能够真正的阻止另外那小部分人作恶吗？他们不仅可能阻止不了那小部分人作恶，反而可能会变成这些作恶的帮凶，甚至作恶之人的受害者。日本人反而可能没有受害，但是他们会转而把仇恨发泄在自己的身上。就像老舍茶馆里说的，我打不过洋人还打不过你吗？最终结果就是这样啊，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人反而成为受害者。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消灭在中国的这些军国主义者或者潜在的恐怖主义者的话，那未来这个世界或者是未来的中国大地一定是生灵涂炭的。可是现在我们很明显没有能力做得到这一点，这些仇恨还在不断的蔓延，这些人还在不断的复制，一代又一代，他们的下一代也依然是这种小恐怖主义者。中国官方呢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对中国政府是好事啊，他们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仇恨心理，这样才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嘛。所以我们看中国的社科院在干嘛？他们在出版什么普世价值论批判文选、资产阶级民主观批判文选、资产阶级新闻观批判文选、西方宪政民主观批判文选，这是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要批判普世价值。作为中国人，可以没有人性，但是不能没有党性。所以在我看来，今天的共产党虽然在不停的维稳，但实际上他们在维稳的同时，在培育不稳定的种子。当一旦这个体制垮台，他不能够继续控制人民的时候，那这些被他们滋养出来的
这种极端主义者就将成为这个乱世的根源。在没有一个体制或者秩序的约束下，那会导致中国张献忠贬低。这是我看到大运会日本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没有得到掌声，现场的观众通过沉默来抗议日本的这么一个事情所引发的思考。现代的日本早已脱胎换骨，成为现代世界文明当中的一员，而今天的中国反而在步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后尘，甚至可能会带来比二战时期更加惨绝人寰的悲剧。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